哇，终于有人愿意跟我聊天了。我来中国1个星期了，每次跟别人讲话都超紧张。你看起来很年轻耶，你今年几岁？你买房了吗？为什么突然安静了？你刚刚那个场面，在中国人眼里已经有点像社交事故了。可是我只是聊天啊，我还很努力，想表现的热情。这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很多外国人不是故意没礼貌，而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哪些中文问题在中国会让人瞬间尴尬。大家好，我是山。大家好，我是Mo。今天这一集可能是很多外国人来中国之后最容易无意识得罪人的主题。而且重点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哪里错。你不知道哪些问题中国人会默认不能直接问，而且最可怕的是，对方通常不会直接告诉你，你冒犯了我。对，这个真的很恐怖，因为西方很多时候会直接说不好意思，这是隐私。但中国人很多时候不会。对，中国式社交里，很多人会选择给气氛留面子，所以他们表面可能还在笑，但心里已经开始后退了。先说一个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太直接。但中文不是本来就很直接吗？我学的时候，老师一直教你几岁，你结婚了吗？你工资多少？结果现实里我真的这样问，气氛直接死亡。对，因为课本常常教字面正确，但真实社交里，中国人其实很讲关系距离。很多问题不是不能问，而是你现在跟我熟到哪里了？等一下，所以同一句话，不同关系的人说，感觉会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比如一个很熟的中国朋友问你最近工资怎么样，有时候甚至是在表达关心。但如果刚认识10分钟的人直接问，压力就会很大。所以重点不是问题本身。对，是关系层级。中国社交非常重这个东西。但这个真的很难判断。我怎么知道现在算不算熟？所以很多中国人会先绕路，不会直接冲进去。什么意思？比如他们不会直接问你赚多少钱，而会先说最近工作忙吗？现在行业怎么样？北京生活压力大不大？他们其实在试水温。啊，原来不是闲聊。对，中国很多聊天表面是闲聊，其实是在观察我们现在关系到哪里了。但等等，中国人是不是也很喜欢问年龄？我真的经常被问。对，因为年龄在中国不只是年龄，它还关系到称呼，甚至关系到谁应该更客气。啊，连客气都有等级。很明显，比如中国人第一次见面时，很多人会立刻判断你比我大还是小，因为后面会影响叫哥还是叫弟，谁先敬酒，谁讲话该更谦虚。这个西方真的没那么明显。对，所以很多外国人来中国会觉得，为什么大家一直在确认年龄？但其实他们是在建立社交地图。那如果我不知道对方职位怎么办？我以前直接叫名字，后来
气氛又怪怪的。对，中国很重身份称呼，尤其工作场合，很多人不一定喜欢你直呼名字。那怎么办？先用安全版，王老师、李总、陈哥、姐，这些在中国很常见。但我以前觉得总很奇怪，好像每个人都是老板。这就是文化差异。中国很多时候重点不是真实职位，而是给对方面子。啊，面子又出现了。对，你会发现中国社交很多东西最后都会回到面子。那什么是最危险的不给面子？当众纠正别人。哦，我以前真的会，尤其语言问题，我会说，不是这样说，你讲错了。在很多中国场景里，这种会让对方非常尴尬。但我只是想帮他。对，这就是误会来源。中国人很多时候更在意别人现在会不会难堪，所以他们通常会换一种更柔软的说法，比如，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之前听说的是，可能还有另一种说法。哇，连纠正都像在绕路。对，中国式礼貌很多时候不是不表达，而是降低冲突感。但这个最难的是，我根本听不出来对方是不是在拒绝我。对，因为中国人有时候不会直接说不。这个我真的崩溃过。有人跟我说，下次吧，我还以为真的有下次。很多人都会改天吧，有机会再约，再看看。有时候其实是在礼貌结束话题。等一下，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才是听力真正难的地方。你不能只听字面，你要听语气里的温度。所以中国社交最难的不是中文。对，是潜台词。比如有人说，你太客气了，有时候是真的开心，有时候却是在暗示你有点太正式了。什么？这个谁听得出来？所以很多外国人会累，因为你以为自己在学语言，其实你在学空气。但中国人是不是也会一直互相送东西？我以前收到礼物，不知道要不要马上打开。这个也很经典，在很多中国场景里，当场拆礼物有时候反而会让气氛变奇怪。为什么？因为对方可能会紧张，或者怕你反应不够热情，所以很多人会先放着，然后说：“你太客气了，来就来嘛。”但他们明明还是收下了。对，这就是中国式客套，很多话不能只看字面。不用不用，有时候并不是真的不要。等一下，所以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哈哈哈，欢迎来到中国社交。我现在终于理解为什么以前很多聊天结束后，我都会觉得哪里怪怪的。对，因为很多人学中文的时候一直在学正确句子，但真实世界里，中国人一直在判断这个人有没有分寸感。分寸感这个词真的很中国。非常中国，什么该问，什么别当众说，什么时候该谦虚，什么时候该给别人台阶，这些
都会影响别人对你的感觉。所以，如果今天只记一个重点呢？不要急着表达自己，先观察别人怎么说。中国社交里，听空气有时候比说中文更重要。然后不要一开口就你赚多少钱？对，除非你已经熟到可以一起吐槽老板了。好，那我们今天最后快速整理一下。第一，中国聊天很看关系距离。第二，很多拒绝不会直接说不。第三，中国人很重面子和气氛。第四，很多客套话不能只听字面。还有一个最重要，中文不是只有词汇，还有人际温度。如果你看到这里，代表你真的已经陪我们走完这一整个系列了。从听不懂中文到点餐、坐网约车、住酒店、去机场、坐地铁、求助，再到今天的中国式社交。真的谢谢大家，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们，你在哪个中国社交瞬间最崩溃，或者有没有哪句中国人的客套话，你到现在还是听不懂？如果这个系列真的帮到你，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给也准备来中国的朋友。还有，如果你是从这一集才开始看到我们，也可以回去看另一个系列，怎么开始用中文思考，因为那才是你真正开始听懂中文世界的起点。但等等，听懂中文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另一件更可怕的事，中国人真正没说出口的话，有时候才最难。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一系列再见。